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资料员勾。由于物流方面的一些原因，这期视频还是由我来给大家做。5·11从福冈回来以后，一直在做 GFFMC 飞翼的视频。前一阵刚刚做完，就开始马不停蹄的准备这期阿纪福冈牛的视频了。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款是不是被割了韭菜的阿纪福冈牛吧。首先来说说拼装感受，从取件到拼装，整体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但是由于这次是以阿纪牛的板件为基础，再加上追求零件分色，因此在我的拼装过程中，主要出现了以下2个问题。第一就是剩余板件过多，左边这一堆是完全空了的板件，而右边这一大坨就是完全没有用完的板件了。感觉从淘宝稍微补一点零件，至少纽柯达的浮游炮是可以拼出来的。再有就是这次属于同模换色，而且还需要拼的一方来自己换，所以经常会出现取件取错颜色的状况。我这里呢就取错了这么多，感觉可以做个比赛，看看谁取错件的数量最少吧。因此呢，看说明书的时候 F 和 K 板件的颜色一定要看清楚了，避免做无用功。另外，对于有阿纪牛的小伙伴来说，在拼到福冈牛的武器之前，是丝毫没有任何新鲜感可言的。不能说是相似吧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第二点，在之前发的开箱视频中说过，这次的贴纸是普通阿纪牛的3倍之多。秉着要展示出万代想展示给大家的样子，我一咬牙一跺脚，贴！用了1周的时间，将这1牛多高的贴纸，按照说明书上标记出来的全贴上了。这期间什么需要裁剪贴纸边缘的操作就不说了，将近一半都需要，这我也就忍了。唯一让我不理解的是这2个地方。其一，设计上前躯甲这里是有一条从上到下贯穿的红线，其他的部分还好说，就只是这个地方，一个面积又小还突出的零件上需要贴一块和补丁一样的贴纸。我尝试了很多次，最终效果还是不太理想，然后就果断放弃了。其二，腿部这块大面积贴纸，贴之前一定要手动的在这个位置用笔刀稍微切开一点。别问我为什么，因为这就是不切开的效果。有强迫症的我表示真的接受不了呀。另外，还是关于贴纸的问题。这次不知道是中奖还是都是这样，有的图案并没有印在贴纸的正中央。在贴的时候呢，如果追求贴纸整体处于零件正中间的话，那么图案必定会有偏移。相反，如果追求图案在零件正中间的话，那贴纸的边缘必定左右不对称。那种难受就是你们懂的。还有一个就是，这个 R 级它准备了不亚于 P 级的贴纸的量，而且还都是这种芝麻粒大小的。贴完了绝对要缓个10天半月，胶贴如此。如果有想贴水贴的小伙伴，我敬你是个勇士。好了，拼装完成后的主要感受就这么多了，接下来按照惯例来看一看可动吧。由于99%采用了阿纪牛的同模换色，这里呢我们就做一个快速的可动对比。后再来说一说武器部分，其他的武器就像看到的一样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福冈牛特有的，姑且叫它远程浮游炮吧。其实实在是没有找到官方名称叫什么。你就说，有真能想到这么大个，除了拿在手里当做灭门武器之外，它竟然还能飞，是想给夏亚来个出其不意吗？好像有点扯远了，还是回到模型上来。该武器呢是整个2级套装中唯一一个新规板件，整个长度有20多厘米的，远远高于任何牛，
什么阿基牛、海牛、神户牛、仙台牛。言归正传，浮游豹本体上呢，除了两边有少量的补色铝箔贴纸之外呢，其他的都均为零件分色。可动方面，变成攻击模式的时候，需要手动展开上方的蓝色零件之外，剩下呢就是拉动后方这个黄色的，像飞机方向舵的这里，炮口和两侧的，这不知道算不算是机翼啊？会有一个联动的展开。前面的效果呢还是很明显的，但是两侧这里就是一哆嗦呀，还不如用手掰开的角度大。最终效果呢就是这样，感觉单独展示也还是不错的。最后呢，我们总结一下，首先说优点，因为采用和牛一样的骨架，所以保持了牛的各种优点。那么，凡是描述牛的那些虎狼之词，用在这里都不为过。优秀的关节紧实度和可动，丰富的细节啊，等等等等的。因为这就是同一套玩意儿嘛。再来说一说缺点，也正是因为采用了牛的板件进行涂膜换色，带来了将近1/3的无效零件，以及对于已经有了牛的小伙伴来说，几乎不会带来任何新鲜感的拼装体验。和由拼装者进行涂膜换色拼装，导致取错件的概率变大等主要问题。此外，不亚于 PG 的贴纸量，对于我这种本身耐心就不多的人来说，带来的更多是烦躁和不爽。而且几乎一半的贴纸都需要进行裁边，会有一些抓狂。虽然前期只是在上海拉拉宝都内的高达基地贩卖，但是热度慢慢降下来以后，东京的高达基地也开始贩卖了。只不过这次呢是反着来，按照 B 厂的一贯做法，采用这种营销方式的可能性很大。最后透露一个信息，用于抽奖用的 E 级版福冈牛已经在发回国内的路上了，收到后呢会第一时间发布抽奖信息的，请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关注我们频道的各大平台账号哦。好了，我是自留言勾，我们下期再见。